小韩，跟我回去。跟我回去。你连我爸都不是，你凭什么管我？你以为我想管你呢？因为我爱过你妈，我不能眼看着她的孩子误入歧途，你知道吗？否则我死了以后见着你妈，没法跟她交代。前两天那个亲子鉴定书，我又去问了一下。当时费瑞拿那个烟头呢，弄错了，那是你史飞叔抽的烟头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那份亲子鉴定呢是错的。那也只能证明我跟我史飞叔叔没关系，跟你不一定有。你当时来投奔我，我说有就有。你空口无凭，要不咱俩现在抽管血，咱俩鉴定鉴定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地下认亲呢？我告诉你小子啊，今天甭废话，马上跟我走。等你到18岁之后，我也不管你了，你想干嘛干嘛。今天必须跟我走，起来！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收拾好了跟我走。太好了！年轻人有点朝气。这是那亲子鉴定，请坐。我先表个态，不管这份鉴定是谁做主做的，我都先得说声对不起，因为我没考虑过你的感受。有没有这份鉴定，从现在、以后还是将来，你都是我儿子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让咱们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了吧，和平相处以后。看你这么诚恳，我就暂时原谅你。不过我能不能给你提几点意见？头回当爹，经验不足，欢迎指正批评。你这个人吧，嘴硬心软，了解你的人呢都不想搭理你，不了解你的人呢都特别想抽你。你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这人业务绝对很强，这点我非常承认。但是你如果做人能圆通一点的话，那你就无敌了。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还业务呢？你懂开飞机吗？我是不懂开飞机啊，但我最起码我知道怎么当一儿子吧。我都做10多年儿子，你才是一个新手爹。我这些意见都是肺腑之言，你呀，兼听则明吧。好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不过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也道个歉啊？我给你道什么歉？我凭什么给你道歉？是奥斯卡咬了你，确实是我
管教不力。但是呢，这狗我也卖了，我还流浪好几天，我还饿肚子了，我还在一个小纸箱里，我在里边躲雨，一边弹吉他一边哭，旁边有一个特别臭流浪汉。这点我说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有过这种感受吗？我说的是这件事情吗？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，我说的是费雯丽让你走你就走啊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？你怎么不先把事实搞清楚了再说呢？这家是不是我做主？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。啊，那刚才谁刚说那个以后不那个和平相处了，这就开始给我翻老账了。行，你不是在外面躲纸壳箱子里边待了一宿吗？也没睡好，特别累，先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去洗个澡。今天晚上先赶紧睡一觉，好不好？奥斯卡，生日快乐！其实啊，我特理解你失去宠物的心情。我小的时候养过一只乌龟，我跟它可亲了。我妈妈也就是你奶奶，那会儿是劳模，成天不着家。那只小乌龟每天陪着我，我有什么事儿啊，就跟乌龟说。哎，史飞叔不是你从小玩到大朋友吗？你怎么没朋友？他就一跟班儿。跟班儿？我说怎么那么让着？你别打岔，我快讲到关键点了，你听不听？听一听，你继续。有一天呐，我们隔壁的老爷爷呀瘫了，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一偏方，说喝乌龟汤能治疗偏瘫，她就把我那小乌龟给贡献出去了。啊！我放学之后我就回来找，我找乌龟玩儿，没找着，然后在隔壁爷爷家就看见乌龟啊变成一锅乌龟汤了。哎呀，我当时哭的呀！我妈把我打了，那她头一回打我，我现在还记得那感受呢，就跟失去亲人一样。哎，你那小乌龟叫什么名字？闪电。你这闪电跟我奥斯卡的情况还真不一样。奥斯卡好歹是转让别人，我要真想他，死乞白咧的还能看看他。你这闪电真是不行。这闪电变成汤之后，我伤心好几天。后来你奶奶给我买了一航模，我就迷上航模了。你奶奶特别支持我，证明啊，我奶奶比你强。她知错能改呀，不像你老嫌我弹吉他像弹棉花。哎，我听史飞叔说你年轻时候也玩过乐队，讲讲呗。嗨，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别听你史飞叔瞎说啊。他那是反例，音乐可以怡情，但不能当饭吃。哎呀，我现在算信了，你跟我妈100%有个混事。怎么讲？你劝我不要玩音乐这样啊，这个论调啊，跟我妈一模一样。我倒觉得人史飞叔那挺好的啊，靠手艺吃饭怎么不好了？行了，史飞那叫音乐，不说了。你明天还上学呢，你们老师都说你上课打瞌睡，赶紧睡了，啊。
干嘛呢？看不出来，狗窝呀，怎么样？多规整！一会儿在这儿开个前门，在这儿开个后门，完美。忙活了一早上。可以啊，又能装床又能安狗洞，哼，不错。我是谁呀？机长啊，这算什么呀？来，这钱呢，你先拿着，先把你那宝贝奥斯卡赎回来，要不然我这狗窝做好了也没地儿待。你脑子抽风了吧？伤口还没好呢，刚让人狗咬一口就让我赎回来，你想好了吗？我呀，还真就想好了，我不能当我妈那样的家长。既然奥斯卡对你重要的话，他就应该跟你在一起。这钱呢，如果不够的话，咱再想办法。先让奥斯卡回来是正事。不用了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咱现在这水平啊，也给不了奥斯卡以前的生活。他跟他那新主任挺好。磊磊，哎，你好，老吴在家吗？哦，老吴，物业局来人了。哎，王经理，那个是那钱的事儿吧？这两天没那么多现金，能不能再缓2天？老吴啊，这个数额也是经过您签字认可的，你昨天就说要送过来的，你这样我们真的很难做呀。我知道那个数额我肯定认可，就是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，钱呢有点拿不出那么多。您看，要不跟楼下邻居？这里边1万块钱，您先拿着。这1半天，我们俩再想想办法，肯定把最后那些钱给您凑上。好吧，老吴啊，剩下的你可要抓紧点啊。一定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慢走啊。慢走。卖卡总共得了2万，刚才给他1万，再加上我住店，还剩下几千，我也都贡献出来了。你叔，这钱留着你当生活费。以后这儿呢，你来管钱，挣钱的事你别管，你就好好上学就行了。我想办法。走了。哎喂，小袁，你帮我查一个人呗。对，他叫王筛，前不久去悉尼大学留学。对，和我哥一个学校。啊，他妈是沃顿国际学校的语文老师，也姓王。对，和王筛有关的资料我全要，越快越好啊。好嘞，谢谢你，下次请你吃饭。哎呦，吴大爷，您来了！您下次来提前通知我，我好铺好红毯迎接你。别挤兑我啊！我先向您为昨晚的事道个歉。昨天呢，我确实是有事儿，那孩子离家出走了，谁也找不着，又担心他有危险。后来知道他有消息之后呢，马上把他蹬回去了。你理解一下，毕竟是我跟肖薇的孩子嘛。我儿子又确认了，是，你们也没放弃我哈，还是挺关心的哈。我什么时候放弃过你啊？组织上不光注意你的思想动向，还格外注意你的个人生活。行，看在肖薇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你提前恢复飞行的事儿了，错过昨天的机会，只能等到刑满解禁了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想办法，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我保证明天开始按时按点的过来，什么活脏，什么活累，我干什么。不是你这真的假的？你的话我怎么那么不爱信呢？你明天不会又找别的借口吧？
明天等着看我脱胎换骨的表现吧，给哥们儿次机会。行吧，这样吧，一会儿还有一节培训课，你呢给我当助教，当个反面典型，现身说法，把你这次违规的切身体会呢跟大家交流一下。都懂。一会儿您跟那儿光辉伟岸的讲，我坐旁边给你当靶子。你正经点，什么靶子？案例教学，明白吗？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强调了，在执飞过程中严格遵守飞行手册的重要性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公司的吴征机长呢现身说法，来给大家讲一讲不遵守规则的危害性。大家热烈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征，我来给大家讲讲不遵守飞行手册规则的重要性的这个反面例子。我是一个比大家早飞了15年的这样一个机长，你们都从航校毕业，应该知道学习开飞机是一个枯燥又很有挑战性的工作。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条条框框了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、小例子。在好些年前吧，我大概比你们大一点点吧，也是刚飞没几年，在天上我们正进入巡航高度，现在就是比较安静的时间，旅客也都休息了。这时候乘务组的3号呢，就到机舱呢，驾驶舱给我送咖啡。当时也没什么事，我就留这个3号在驾驶舱里边聊了聊天儿。这很重要，这个就是说机组之间要搞好关系，这是对大家气氛融洽呀，这是很重要的一课，你们之后你慢慢能体会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讲什么来着，我也忘了，我就特别兴奋，讲着讲着我一拍大腿，我说哎呀这个什么什么的哈，我再一看我这手吧就拍错了，我就拍这3号大腿上，就拍3号大腿上，3号也看着我，我也看着3号，然后3号就一抬眼就看着我，款款的就说：“吴机长，咱们那飞行手册上第4页第24条说的是什么？”我看他眼神不对。我说我是不是犯错误了？说什么来着？我就先把他请了。我说后面可能乘客要你提供服务了。等他一走，关上门，我赶紧打开飞行手册，我就看。我看第4页第24条是这么讲的，说这个乘务组的这些成员啊，一定要无条件的遵照机长的这个指示，明白吧？无条件的服从机长的处置跟判断。我这个就后悔，我说我怎么不早看呢？原来3号是他话里有话呀，明白吗？我这是拿一个小笑话套这个啊，大家别当真。我就讲到这儿，然后下面咱们有请郑队长给大家讲一些正能量的东西。哎，老板，请你签的。什么呀这是？这是上次的这个物品。啊，老板，这是后续的费用，在这里面签字。多少？啊，写着呢哈。来，石老板看这个啊。嗯。哟，怎么着？今天愚人节啊？今天是世界扶贫日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山穷水尽跟你借钱，这能吃不这个？吃不死你！不是你这什么风啊？一个大机长从我借钱，遭什么难了这是？我们家前段时间不是淹了吗？连维修带赔偿，一共2万多块钱，银行卡里拢共才1万多。消防那小子把他那宝贝狗卖了，才凑了1万多，还不够。我早就跟你说，当机长青春饭，按小时拿钱，你一点积蓄都没有。不是那个文艺那房子是你买的吧？你自己儿子不养活，房子隔那么远，真大方你。有没有钱？你先给我。拿手机。转过去了啊！刚挣的演出费都没屋热乎呢。
跟你说，你别看不起演出，等你将来白头发了，是吧？你回来跟我们干，我们还不要呢。烫啊！那萧寒怎么样？回来了。那鉴定结果不对。我就说嘛，萧寒怎么可能不是你亲生的？那鉴定结果啊，跟你小子有关系。你记不记得那会儿萧寒刚回来的时候，你去看我，在我面前抽烟，我还说呢，我刚戒烟别抽，但那烟头留下来了。范文丽傻了吧唧就拿你的烟头还有萧寒的牙刷拿去鉴定了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整个一大乌龙啊！这是。这怎么了？怎么穿上破鞋呢？萧寒的狗咬的，真没想到这孩子为了把账怼上，真把狗卖了。怕你穷啊！你说，要不我借你点儿，还不给你那机会。哎呀，那公司怎么样啊？什么时候恢复运行啊？这2天的事儿，明天开始，天天得去队里报道去。咱先给人好态度是吧？要我说呀，你别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不都说吗？人能活，树能死吗？你另攀高枝吧。你不有一个那师哥叫什么东吗？你去他那看看吗？我才不当那破鞋呢。我这叫蛰伏期，过2天就开始展翅翱翔，很快。还过2天呢，再晒就成老萝卜了。你说啊，兄弟打毕业的时候，就在这家公司干，都飞了10多年了。原来琢磨着，可能干一辈子。嗨，谁想到现在是这么个结果？我跟你说这干嘛？就是你跟我说这干嘛呀？走了，赶紧走。萧寒他们学校什么位置啊？干嘛？哎，我说钱真够了，你别打萧寒主意啊，想把钱给他，要想是加钱啊，打我主意。我打他老师主意行吗？哪老师？去你们家那老师。那女的啊，那女的特丧，我跟你说。而且我告诉你了，那女的已经有一个特不着调男朋友了。她再丧，她也得给我修车费啊。网上地址你自己查去。不是你这是对债主的态度吗？哎，借条说好了啊，你要弄丢了的话，可别怪哥们不认账。回家我就裱上，我裱上，我挂客厅里边。忙啥呢？哟，这是要跳槽啊？不是说挺享受这3个月假期的吗？哎，天天在天上飞，这耳压都不舒服。怕你这耳压舒服了，又该闹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新到的豆子手感不太好，总得给你磨一遍，你尝尝啊。哎，放我来。有几题粗心了，好好看一下。Come on，考得不错。挺好的。周周考试的时候走神啦，啊？怎么回事？玉达考得也不错，再加油啊！没事，说能行吗？等你了。来，看你自己错在哪里。喂，哎，师哥，小铮铮啊，你什么情况啊？给你这邮件你收到没有啊？连个回信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我们招聘机长，这个不是人人都知道的。我是偷偷的把这消息透露给你的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，这外头还没发布呢。我看了，你们奥达航空这职位出来，肯定门槛都被踏破了。你知道那就好。我告诉你啊，
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赶紧给我过来，你让我蹂躏你。我知道，但师哥，我在这儿工作挺好的，暂时还没打算换工作。你好什么好啊？啊？你以前你拒绝我，我可以理解，是吧？你是天机的香饽饽，你技术过硬，前途无量。但是现在呢，都不让你飞了。哎，一个飞行员他不让你飞了，你还有什么人生价值啊？你听我的话，你赶紧过来，我们这边无论从薪资条件还是前途发展，一定比你们天机要强。你相信我没错的。喂，说话呀，哑巴啦？我怎么觉得我皇帝不急急太监？小铮铮，我是你师哥，不是你爸。我干嘛为你那么操心啊？啊？行，我现在呢，我逼你，你再好好想想。但是我提醒你啊，那么好的机会，不是人人都有的，你一定要把握住，听见没？我知道，谢谢师哥。哎，老大，你来了！注意啊，想死我了！少贫，要飞了是吧？飞就飞，说出来，我没那么脆弱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不许偷懒不上进啊！我怎么敢呢？比你在的时候啊，这学习劲头还要足呢。那也行，好好准备。我过去了啊。好。你们机长可真可怜啊！看来他还不知道他的航班线都被朱机长抢走了吧？现在看来只能听临时调度了吧？要不是我们老大停飞，他哪有资格？你跟你们老大那么熟，这么大事你没跟他说呀？我哪敢告诉他？以我们老大的脾气，要是知道自己的航班线被别人无缘无故抢走了，那得多难受啊！我可不想用我的嘴告诉他，看他难受，还得装坚强。得了，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听说这个朱机长可不好对付，原来当副机长的时候就对手下要求特别严格，现在升了正机长，指不定做成什么样呢。对呀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哎，我特别怀念跟我们老大在一起的时候，虽然他脾气直了点吧，肯定是真性情，那技术又好，对我们呀就像亲兄弟一样。实在不行你就请调呗，无非就是不稳定点，累点，钱少点嘛。那你调一个试试。总之，如果跟这个朱机长打呀，一定要打起12分的小心。来，给。所以，飞行安全、运输安全真情服务，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应对竞争的3个底线要求，也是我们天机所有员工必须坚持的职业底线要求。好，下面我来宣布公司重要督飞航线机长的任命安排。吴征同志在以往的飞行过程当中呢，有过违反公司飞行纪律的行径，经集团公司领导集体研究决定，认为目前情况下，吴征同志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担任机长职务，任命朱机长接替吴征同志以往的飞行航线。希望朱机长上任以后，能够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啊！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看在座的还有什么其他事儿没有？知道我有个异议，有什么事你说，大家一起来研究嘛。咱们公司今年年底呢，复飞上海到阿姆斯特丹的海外航线是件大事儿。但这条航线的飞行环境比较复杂，气候状况多变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吴征机长来飞？毕竟3年前这条航线的首航是吴机长飞的，很成功。吴征同志以往的工作呢，我是了解的，飞行技术事故几乎为零。他所带领的团队对他的领导能力呢，也是有高度的评价。停飞这段时间的表现呢，我也是看在眼里。听说还帮你做了很多培训新机长啊、编写教材等工作。对。好，但是我们公司不能靠一个人撑着，我们要尽快发展，要培养更多的新的有担当的机长，这点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。知道您说的完全正确。
我特别同意，但是首航的责任重大，吴征飞过，我就是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们国家航空事业这几年的迅猛发展，我们公司的业务呢也是直线上升。未来呢，我们会开发出更多的航线、更多的班次，但是我们针对未来机遇对新战的储备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，这次海外航线的飞行任务还是交给朱机长吧。我相信他一定能完成任务。况且，我认为既要培养新人，就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嘛。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圆满地完成这次飞行任务。那知道，吴征最近一直在认真地做工作检讨，而你也说了，他的酒火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他一早呢也跟我提出了复飞申请。您看呢，现在公司飞行任务这么重，让这么一个有经验的、正值壮年的老飞赋闲，是不是有点浪费资源？老飞更应给新同志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。吴征同志的飞行经验、领导才能，这是有目共睹，无可厚非。但是在遵守纪律上面还有待加强，因为统一的飞行纪律、飞行信仰是塑造公司形象的重要条件。这一点，任何手体都不为过。好了，我看今天这事儿就这么定吧。真的让你说呢？不，迟总，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那就散会吧。哎，委员，资料我看到了，那个王山这资料你搞错没有啊？能找到的资料信息我全都发给你了，资料绝对可靠。不是，那她就是个乖乖女，没有黑历史，没有什么缺点。她就是个典型的模范生乖乖女。不过她好像没有谈过恋爱，这种算缺点吗？哎，我说你到底想查什么呀？她刚去澳洲，先是和你哥同住，后来搬走没几天又搬回来和你哥同居。可是我记得你哥在国内好像有女朋友啊。哎，行，那个先这样啊，信号不太好，那个改天请你吃饭，拜拜。不知道你一直还替我扛着这么大一雷呢，你说都快炸着自个儿了，你还不扔下来？何止是快炸着了，已经被炸着了。你这份情我记着，但是别扛着，咱俩情况不一样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怎么能听你的意思，要准备跑啊？怎么会呢？只要飞机上有乘客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，我都会打起12万分的精神去对待。这个对，要的就是这股劲儿。明天接着来队里报道，你的事儿，我还是要帮你争取。哎，小丽，合同出了点问题，您赶快过来看一下吧。啊，那行，那个我半个小时以后回去。好嘞，啊。完，那个我这公司出点问题，我得回去处理一下。那个牛排改天吃呗。行呗，你工作重要。啊，你路上慢点啊。啊，谢叔。谢什么谢啊？叫什么？干爹。啊。拜拜，拜拜。
这是我给你买的 ME-087飞行模型，1:200比例，全金属机身，限量版的。机身全长呢是28厘米，机翼展开是30厘米。注册编号是 B-2788，你回来可以去官网上查询一下。所有的机上可活动部分都能活动，什么机轮啊、机窗啊、机门啊都行。你自己回去在被窝里慢慢玩吧。说的好像你比我还懂飞机似的。其实也没必要买新的，我那粘吧也还能继续摆着。哎，你买这个没让人蒙了吧？没有，你放心，我托别人在官网上买的。哎呀，真不该花这冤枉钱。我这人恋旧，什么东西看久了才会有感情。行了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得便宜卖乖呢，矫揉轻轻的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。而且你那也不叫恋旧，你那叫恋物癖。我跟你说，再好的东西也不如人重要。哎，东哥，那个简历给你发过去了，麻烦查收一下啊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去收。我2年前就拉你过来，这回总算开窍了。怎么着，脑子让雷劈了？啊，希望为时不晚吧，剩下的事儿就麻烦你了。你跟我瞎客气什么呀？我马上把你的简历转给公司 ，HR 那边很快会联系你的。我们公司现在就缺你这种有经验的机长。行，简历出去了，我就静候佳音了。谢谢东哥。藏，现在藏不觉得晚了点吗？怎么着，想跳槽了？谁藏了？谁想跳槽了？小孩别管那么多啊！现在不比从前了，养活一个人跟养活2个人，那是一个概念吗？跳槽？谁说跳槽？你不一直是成为你们公司的员工为感到骄傲吗？怎么现在就舍得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做这决定之前，你真得想清楚，别到时候回来后悔了，跟我搁这翻老账。我可不想你因为我做这种妥协。谁说我就非得是妥协呢？你当我傻呢？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儿，你要真舍不得，我以后省吃俭用点。约，这话不能讲啊！省吃俭用，你这个岁数，最不能的就是省吃俭用，长身体知道吗？而且我爱的是飞行，天空那么辽阔。我在哪个航空公司飞都一样，这叫潇洒，学着点。今儿旺财秋天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有人愿意高价收购奥斯卡，这人肯定是你吧？我这么做啊，跟你没关系，我是不想欠那狗啊一人情。你的好心我领了。但是我觉得奥斯卡跟他新主人在一块儿真挺好，挺幸福的。再说了，人家也是人，相处这么长时间，肯定也有感情了。反正我不想再给他接回来。我知道。哈哈，来了，小欧啊，你看看妈妈给你烧的什么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妈，我们才3个人吃饭，你煮了多少啊？这怪谁呀？还不怪你吗？谁让你一直不回来呢？我这个厨艺呀都没有地方施展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爸爸马上就回来了。啊，别跟我提老爸，一提他我食欲都没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还跟他生气呢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的脚怎么样了？我今天呢找了一个偏方，我把药都配回来了。今天啊，你回去的时候把它带回去，晚上泡脚，效果会很好的。妈，那些都是江湖术士讲的话，你别信，都骗人的。而且我可没生老爸的气啊，我自己也有错。我呢，一直不赞成你们2个在一个地方工作。这次可是你要回国的啊。这父女之间呢，在一起相处时间长了，也会审美疲劳的。这就是了，我跟他现在相处的就极疲劳。我小芳回来啦！大小姐，你回来啦？老母不是应该待在学校里加班的吗？啊，也不能老加班呀。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好搭我的顺风车啊！
每次搭您一次顺风车，偷偷摸摸就跟做贼一样，让同事看到了又是我的错。哎呀，你们这一对父女啊，非要在一个学校里头工作，这个还搞什么相识不相认的把戏。父亲说不能给女儿特殊的照顾，而女儿呢，索性把自己的姓名都给改掉了。哎呀，真是啊，有其父必有其女。当他女儿可没什么好处，人家同时间跟我进校的老师级别都比我高了不少，而我的福利呢，就是每天都要被叫去校长室训话。哎，不训你，我怎么见到你啊？啊，这次期中考试啊，你们班成绩不错啊，这里边有你的功劳，也有苦劳，正好你赵叔叔送了一瓶好酒，我们两个把它喝了。哎，老爸，你要是真有心呢，就让我带回家吧。怎么了？你喝了酒会高血压，别惦记。行了，今天不喝酒。小欧啊，今天呢，妈妈烧的菜比较多，我搞了一点，你回去呢带给叶子。好，吃饭吧。多吃点啊。你看你好像又瘦一点。真会讲话。吃吧。吃吧，多吃一点，多吃点啊。来了，说走到。先生，您订的餐到了。这谁订的？史飞真行，好人全让他当了，我这儿花着钱，就不能让你管账。这一顿饭下去，半个月伙食费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管他呢！首先，先庆祝我英语重回全班第一；第二，是预祝你早日飞上蓝天，跳槽成功。你花钱如流水，史飞花钱大手大脚，你俩真是绝配。那怎么了？不挺好的吗？哎，那个史飞叔说想让我当他干儿子，你没啥意见吧？不要认贼作父4个字送给你。够酸的，你这话说的。别管酸不酸，咱俩吃完这顿饭，可得开源节流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那些极限运动会籍卡都谁开的呀？每张都得过万吧？那么些张呢？不成是我开的？我是机长，我需要一个强健的体魄。一双跑鞋就够了，出去跑跑步就有强健体魄。你不就是追求刺激吗？您老都40岁了，40了，别没刺激着自己，先刺激着别人。你是不是怕我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没人养你啊？出不出意外都够呛能养我。40了，您存款才4位数，合适吗？什么叫40的？我心里的年龄才25岁。哼，大钩，以后你就是大钩了，可以吃了吗？吃之前我再跟你说一句，你记住了，下回你再跑了，我发誓不把你找回来。一言为定。开吃。干嘛？干嘛？你看我像什么？其实我这胡子有点多，我想给刮了。你想把胡子刮了，就那几根绒毛。我可提醒你啊，你这次刮了之后，可是越长越多。就想要这效果。不会吧？来，可以现在，觉得自个儿怎么着，翅膀硬了，想到外面闯荡闯荡。出去闯之前，也不先跟我学个一招半式的，啊？不是，你那玩意儿能当表率吗？什么能当表率吗？我比你多活了20多年，知道吗？啊？多活20多年还不够教你的吗？你绕一周自然下也找不着好女朋友。行了，洗。我说，那绯闻里不就是擅自去做了个鉴定，至于那么恨他吗？
她也不是我女朋友。我就腻歪她，以后别让我看见她。看不看见她呀？这事我来定，我是这家主人，规矩我定。人和人之间不都是平等的吗？再告诉你人生第2课，人和人之间啊，就从来没真正平等过。等你自立了之后啊，咱们再聊这事儿啊，好好洗洗。周周啊，妈妈敲过门了啊，进来了啊。啊。哎呀，来，妈妈看你晚上呀没吃多少饭，怕你饿，给你做了一碗面。啊，先放着吧，我一会儿吃。趁热吃呀，趁热吃，来，冷了不好吃的啊。吃。周周啊，妈妈跟你说啊。我总结了一下，你这次考试考不好啊，就是因为你那个林老师对你辅导不上心。你看，那天还是我强拉他来监督他来给你补的课，这不到半路他就走了。不行，那咱们换个辅导老师吧。为什么？他光顾着谈恋爱，哪还有心思来教你呀？她男朋友不在国外吗？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她有男朋友的？那怎么还跟别的男的搞不拎清啊？我今天下午看到有一个男的开着很好的车来找她，这一看两个人这关系啊，就不正常的。那我还真不知道。一个当老师的怎么不检点？脚踏两头船嘛也算了，还堂而皇之的把另外一个男的找到学校里边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次考试没有考好，原因就在他的身上。哎妈，你别，小老师没做错什么，我就不想考好。不想考好？嗯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故意不考好，想让林老师多来辅导你几次啊？那，你猜对了，我就想让他多来几次。反正你从我爸这拿了不少赡养费，多上几节课也没什么的吧？谁教你的啊？到底是谁教你的？你告诉妈妈是谁教你的？是林老师教你的是吧？哦呦，这个女人真是的！那天我给她钱，她假惺惺的推三推四，真是太有心机了。妈，别在无理取闹了啊！你再无理取闹，不理你了。什么不理我啦？你为了一个外人，你就不理你妈啦？那小居的。这酒真不错啊，好喝。哎，对了，丁芳茹没再骚扰你吧？今天周周英语没考好，他跑来学校，非要拉着我分析实理原因。你没辞掉在他家的补习课啊？还没找到机会呢。不过如果他再塞给我补习费，我肯定不去了。哎，这些都是次要的。你知道吗？他今天竟然怀疑我是周周的早恋对象。真的假的？他神经病吧？我的天呀，这周周也太可怜了，有个这样的妈。是啊，周周他就是对谁都好，也善解人意，就是暖男一枚。可总不能他对谁好，就成为丁芳茹怀疑的对象吧？你是不知道这个丁芳茹有多可怕。我今天才知道啊，为什么周正义要执意跟他离婚。以前是我错怪他，其实一直都是丁芳茹疑神疑鬼的。这么多年，他为了防止周正义离婚，想出了各种能用的办法，你绝对想象不出来有多恐怖。所以啊，如果他的假想敌现在换成是你，你的处境就真的很危险。你还是离丁芳茹远一点，离周周也远一点。唉。人这一生啊，真不知道会投胎到怎么样的家庭。
周周挺好的一个孩子，偏偏遇上丁芳如这种妈妈。我觉得她表面看起来很正常呀，怎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有被害妄想症，还有严重的强迫症，这都是心理疾病，得治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他有点不对头。只要有个风吹草动，他立刻跑来学校兴师问罪。周周只要稍有抵触，哇，他就抓狂了。丁芳如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几个男人，第一个是他爸，第二个是她老公，现在也跟他离婚了，第三个就是他儿子，他必须得紧紧抓住这个人。而周周又和你有关系，你想啊，你以后的处境多恐怖啊，离他远一点。不怕，就要去找你哥了。哎呀，肖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没有我哥会怎么样啊？喝不到1瓶酒你就醉了，快去睡吧，我来。少喝点。你飞5598飞台北。怎么样？准时准点，没迟到哎。别这样，最新版的先学习一下啊，加上一下理论基础，就坐那看。行，我这正忙着呢，等我忙完再说。朱机长是吧？你飞澳门5237，OK。你帮我看一下王机长到了没有啊？到了让他立刻给我打电话啊。喂，小孙是吧？你今天飞兰州5336，老郑，我跟你说点事儿行吗？等会儿说，忙完再说。喂，5335。喂，吴机长你好，我是澳达航空的 HR 经理托尼汉。哎，韩经理你好。刘晓东机长已将您的简历转发到我们部门了，请问您明天方便来我们公司上海分部面谈一下吗？行，明天吗？不是，我明天一定过去。好，再见啊。给谁打电话的？嚯，您不忙着呢吗？不是让你在里面学习理论吗？我马上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明天给我一天假行不行？不是你才坐了半天就坐不住了，你不答应我要好好表现吗？你现在不拿出个好的态度让大家看看，你还真准备破罐子破摔啊？没有，我这真有事儿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你技术这么优秀，为什么一直停留在一线，还落了一个停飞的处罚？你不好好认识你自己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我现在就是在好好磨磨你的性子，你这样回到岗位上去，至少能少犯错吧？别让我白忙活，行吗？不会。老大，你来了。你叫他什么？我什么大哥小弟的？工作时间称兄道弟也太不严肃了。真对，从年龄和技术上，他都是老大，我就随便叫着玩的。你是个飞行员啊，这儿随便那儿随便，几百人的性命交到你手里，上亿的飞机给你随便玩了。对不起啊，队长，这是我们这些小飞对技术大拿的敬佩之情，私底下才这么叫的，以便配合默契。人家吴机长平日里没让咱们这么叫。知道你们这些小年轻了，我也从你们这个年纪飞过来的啊，想跟机长多学几招，拍马屁套近乎。但是别忘了，你是专业飞行员，别搞那江湖的一套。哎，队长，这吴机长差不多也该解禁了吧？不，差远了，思想觉悟不行，还得好一段时间提高才能解禁呢，不急。行了，别贫了，进来接着好好学习。哎，好，老大。刚才在开会就没方便说。老吴最近什么状况？文丽姐，你还用在我这打探消息啊？还不是你呀，上次撺掇我。
老吴差点把我拉黑了。姐，对不起啊，吴哥呀，最近流年不利，我刚才还在飞行部看见他了。是，他怎么样啊？复飞了吗？解禁，估计是悬了。郑队啊，天天要他背飞行手册，他自己不能飞，天天看别人飞，对他来说就有种折磨。唉，吴哥最近也太惨了。这件事又不能怪他，也全不是他的责任呀。说到底，他就不应该帮那个小孩。你说到最后，别人都不知恩图报的。唉，干我们这一行啊，做得好是应当应分，这稍有差池，这投诉就来了。哎，对了，那趟是你跟老吴一起飞的吗？那小孩叫什么？今天的篮球比赛你去不去？一般鸡蛋丝。看看吧。你别不去啊，我等你。行。但是如果也可以一个单元一个单元这样。哎，小韩。小韩。有场篮球比赛，你要是不去，我也就不去了。去啊，为什么不去？正好还能在观众席上看看比赛，这是我第一次以其他的视角，好不好？看老师这几天不一直停止你训练吗？还有，这王玉夫这几天你不在，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，你心里不堵得慌？有什么堵得慌的？停的挺好的呀，我觉得。你看，本来我脚上都没好利索，然后又复发了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我还冠冕堂皇的歇一歇。再者说了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篮球是团队协作的，没了谁都能正常运转。有道理。行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啊。你歇会儿席行不行？好。喂，你在哪儿？马上来学校一趟。我现在有事儿，你听好了，我们家长不是你们老师的奴隶，你们随叫，我们没必要随到。别啰嗦，赶紧来！肖涵和同学打起来了。郑队，我得早退半小时。又出什么事了？那孩子跟同学打起来了，他们老师让我现在赶紧过去的。真是随你，这孩子也够不省心的。行了，你赶紧去吧。那明天的时间您给不给？明天的假也给你了。今天表现不错，继续保持。郑队，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你的事不能急，我慢慢想办法啊。我明天其实不是，你还等什么呀？你赶紧去看孩子有没有事儿，快去吧。来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林老师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打起来了？有人受伤吗？你儿子没事，但另一个同学摔倒住院了。怎么会打起来？两个人都在图书馆里看书，但另一个同学边看书边喝可乐，被肖涵劝阻。都孩子嘛，年轻气盛的，说着说着就吵起来，吵着吵着就动手了。那孩子怎么去医院了？去了，人家父亲啊生气得很。你看要不要带着肖涵去给人家道歉一下？我刚才听你简单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肖涵其实他没什么错，道什么歉？要道歉也是那孩子道歉，那孩子不懂事，他爸也不懂事啊。我要是他爸的话，我就带着那孩子来给肖涵道歉来了。我真不该跟你商量。不管怎么样，两个人都动了手，于情于理，你们都该去医院看看的。他就是脑子有病，知道吗？他脑子有病，他蚊子叮个包，他就得打破伤风；他要磕个小口，他就得包个扎。现在好了，摔了一跤，他要住院了，什么鬼啊？他碰瓷儿吧？你别说话，人家受伤了，你再有理你都没理。我是觉得，这事儿
我选择相信萧寒。反正你们学校再好好查一查吧，他应该没错。这事情我是肯定会调查清楚的，可是我希望你身为家长，也不能一味的偏袒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动了手就是不对。我觉得你们老师也别两边和稀泥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还是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世界观。走吧。您好，伊夫爸爸，我来看看伊夫同学怎么样了。好，老师。别起来，快躺下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还好。林老师，哎，你说他能不疼吗？桡骨骨裂，我们伊夫是校队主力，这么一受伤，不光影响到今后的训练，连日常生活也肯定受影响。对不起，是我失职了。今天校队赢了比赛，孩子们可能是太兴奋了。哦，对了，萧寒爸爸托我先来和您跟伊夫道个歉。萧寒，就是打人那个孩子吧？他们家长怎么当的？出了事自己不出现，让你来做交代，你能代理得了吗？今天有点晚了，他明天肯定会过来。这礼盒是他的一点心意。怎么着？他道歉还得挑时间呢。我们孩子住院可没挑时间。再说了，孩子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拿这么个东西来，算怎么回事？那你要是真有诚意，把医药费先报。医药费肯定没问题的。不是桡骨骨裂吗？怎么做了这么多项检查？我怎么知道没有其他的问题啊？我们孩子金贵着。好吧，我会好好跟萧寒家长沟通的。这也不只单单是我们两家的私事，我要你们校长给我一个交代。据我向其他同学了解，先动手的好像不是萧寒。林老师，你可以相信别人，但我只相信我儿子。我怎么听说打人的那个学生是个问题少年？不会的，萧寒品学兼优，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，他不会无缘无故动手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是我儿子欠揍了是吗？你听好了，孩子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绝不能袒护肇事者。还有尖子生，尖子生怎么了？尖子生就没有坏人？我跟你讲，孩子在学校出了事，你当老师是首当其冲的责任人。是，您说的没错，这件事情我们会好好调查清楚，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老师还有事，先走了，你好好养伤啊。老师再见。爸，你就不能对我们老师态度好一点吗？你懂什么？躺好了。来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咱家那备用钥匙以后别放脚垫哪儿了。你放心，费费那钥匙我都要回来了。你真打算跟他划清界限了？你先别管别人闲事儿，先把你捅这篓子处理好再说。什么篓子？我怎么处理？你跟那王一夫打架对吧？你把人打伤了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而且啊，你们是同学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天天还得见呢。明天咱去医院，跟人说声对不起去。凭什么去医院啊？这
这事儿本来就他不对，你要去你去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啊，篮球比赛校际联赛，他突然拉肚子了，我替他打比赛去，最后赢了。按理说不应该感谢我吗？人家过来图书馆找茬，最后李可曼看不下去了，跟他顶了2句，他恼羞成怒，跟我打起来了。我一看，那我就出手吧，就给他教训了一下。我听着还有女同学呢，是吧？我就琢磨这事儿有点怪怪的嘛。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我知道。哎，不是，你思想别太肮脏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事儿就是他欠揍，没有别人的事儿。我刚从病房出来，情况有点严重。王一夫真是绕口鼓烈，人家爸爸很气愤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明天也该来露个面。好，我明天去。那萧寒呢？我在下班，麻烦你把医院地址和病房号发给我。谢谢你的配合。不过王一夫家长不太好说话，如果你们能来诚恳的道个歉，然后再把医药费，喂。